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 Mac 的使用手册系列的第2集 ，Mac 的基本设置。本集将分享以下几个部分的设置。首先，我们看外观设置，点击右上角的小苹果，选择系统偏好设置，通用。外观有3种，分别是浅色、深色、自动。自动就是根据时间，白天是浅色，晚上是深色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深色调，所以我就直接选择深色。强调色，看我选择的时候窗口的变化，看上去比较适合小姐姐们，尤其是这个粉色的，其他的都点点，看看效果。我还是改回默认的设置，这花花绿绿的有点眼花。边栏图标大小设置，看个人喜好，我个人用默认的就可以了。显示滚动条，我一样使用默认的就好了。默认浏览器，看你有没有安装别的浏览器。Safari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浏览器，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，就用默认的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触控板和鼠标的设置。关于触控板的设置，上一集视频当中已经分享过了，这里我们分享一下鼠标的设置吧。我使用的是 Magic Mouse， 在偏好设置鼠标里，默认的只有滚动方向被选上了，内容随着手指移动方向移动。辅助点按就是右键，智能缩放单指轻点2下，找个东西演示一下。滚动，手指向上滚动，手指向下滚动。辅助点按，在鼠标右边轻点，桌面也点一下。智能缩放，轻点2下放大，再轻点2下缩小。再点几下试试。更多手势，在页面之间清扫，最常见的就是网页的前进后退，向左滚动后退，向右滚动前进。在全屏显示的 App 之间清扫，全屏一下，左右滚动和上集中的4指清扫效果一样。再试一次，同时也是不同的桌面之间切换。调度中心，双指轻点2下，有一点变化，2个应用不太明显，我再打开一个应用。现在明显了，和触控板是4指向下清扫的功能一样，或者是键盘的 F3， 效果一样的。我把这个也打开。下面分享一下程序物和菜单栏的设置。系统偏好设置，程序物与菜单栏。我们看别人的 Mac 的程序物都有放大的动画效果的，而我这台 Mac 却没有。把这里的放大勾上，再看一下，这种效果就有了。调整程序物大小，看看效果。放大的大小也可以调整，我一般都放到最大。程序物的位置调整，先放到左边试试，好像有很多的程序员小哥哥喜欢这样。再放到右边试试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喜欢底部最小化窗口的效果，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调整。里面有2种效果，有兴趣的自己试一下。连按窗口标题以缩放窗口，也可以选择最小化窗口。我打开一个程序演示一下，我就打开 Google Chrome 吧。我现在双击标题栏放大，再连按，窗口缩小了。如果选择最小化是什么效果？再连按一下，现在连按就变成窗口就最小化了。我个人还是比较适合默认设置，将窗口最小化至应用程序图标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启动了 Google Chrome，
在这里就有一个 Chrome 的应用程序图标，最小化就到 Dock 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把最小化至应用程序图标勾上，再看它，窗口就会最小化到这里。在应用程序图标里面，我一般选择默认设置就好了。使用 macOS 的习惯是一般不最小化窗口，自动隐藏和显示程序物。选上这个选项的作用是，默认程序物隐藏起来了，鼠标移动过来才会显示。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样比较麻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提高屏占比。但是隐藏带来的一些不便如何解决呢？我后面的视频会分享相关的内容，如何在提高屏占比的同时又提高使用效率。关于程序物的部分就这些了。下面我就看下菜单栏。第一个是 Wi-Fi， 我这台电脑使用的是有线网络，所以我就把 Wi-Fi 取消掉，这样你就看不到了。这时候如果你想操作 Wi-Fi， 在控制中心里还是可以操作的。蓝牙我比较常用，我经常连接蓝牙耳机，所以设置成在菜单栏显示。AirDrop 我很少用到，就不在菜单栏中显示了。勿扰模式活跃时显示我选择保留，而且在控制中心也是可以找到的，不影响我使用就不动它了。屏幕镜像也是活跃时显示，也不影响我使用，在控制中心里也有。还可以调节显示器亮度，音量在控制中心也是可以调节的，我比较常用，所以我选择在菜单栏里始终显示，因为这样我在切换声音输出设备就比较方便了。所以是否需要打开，看个人需要吧。播放中，顾名思义就是正在播放的内容，可以快速的查看和操作播放功能，我把它隐藏掉了，因为在控制中心里面已经有了，而我又不经常拿电脑放音乐。辅助功能我也不需要在菜单栏里显示，控制中心也不需要。我主张菜单栏上的图标越少越好，我后面也会有视频去分享如何隐藏栏里不常用的图标。快速切换用户，我没有这个需求。时钟这部分我要好好调整，使用24小时格式，看个人习惯吧，不显示星期，不显示日期。后面我会介绍一个日历小程序，时间改成模拟时钟，关于时间和日期相关的，请关注我后面的内容吧。聚焦就是 Spotlight， 功能非常强大方便，先不要保留吧。我后面会专门录一期 Launcher 相关的，到时候会详细介绍。它虽然很好用，但是有比它更好用的 App， 所以我先隐藏一下吧。Siri 我一般不开的，时间机器就是 Time Machine 备份用的，也不常用，先隐藏起来。好了，我已经把菜单栏都设置好了，下面看壁纸与屏幕保护程序怎么设置。系统偏好设置，桌面与屏幕保护程序，在桌面这个 tag 里，这里都是电脑自带的。动态壁纸，浅色和深色，里面还有一些桌面图片，我随便设置一个，可以切换浅色和深色，你可以看到效果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。静态图片就不能切换了，这里可以定义自己的文件夹，比如我选择了图片文件夹，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里的图片设置成壁纸，而且还可以设置自动切换。选定一个时间，到时间自动换壁纸，系统自带我觉得已经够我用了，可能比较适合小姐姐们吧，我还是切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吧，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。另外分享2个资源给大家，就是下载图片和动态壁纸的网站。第一个是下载图片的， Paxos.com 上的图片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自由下载，放到文件夹里去做壁纸切换。对颜色深浅有要求的人，可能还是喜欢动态壁纸。动态壁纸也分享一个网站 Dynamic Wallpaper Club。
后面我会把地址贴在这个视频的描述里面。我们选择一个下载一下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点击 Download， 这个已经下载好了，它应该是在 Downloads 文件夹里。我们把壁纸放在图片目录里。macOS 系统已经帮你把文件都分好类了，在图片目录里建一个 wallpaper， 把刚刚下载的壁纸拷贝进去，右键选择服务，选择设定桌面图片。桌面已经变了，把窗口都最小化，看一下桌面。还可以吧，我还是改回去我自己喜欢的吧。然后看一下屏幕保护程序，系统自带的里面选择一个就好了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分享。下面看一下小组件，就是 widget。首先介绍一下桌面小组件，我们用这个桌面天气小组件来演示吧。点击获取，安装一下这个天气小组件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些。输入密码，下载完成了，打开，把 App Store 最小化，看一下桌面。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风格，选择一个风格看一下。这个带所标记的都是要收费的。点击和拖动是可以移动小组件位置的，随便移动一下。点击保存就是保存这个位置。时钟格式也是可以调整的，还可以调整的尺寸和透明度。透明度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图标动画效果的控制，是否与 Dock 的图标保持一样？显示当时温度。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。macOS 的使用习惯是很少看得见桌面，所以桌面上放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用的，所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好了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右侧的组件中心，点击时钟，组件中心就会弹出来。这里也有很多的小组件，可以添加、删除，比如把磁盘加过来，然后还有网络等等，也有天气都可以加到这里面来。我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爱用这些，主要看个人喜欢吧。你想加什么自己去选择。下面分享一下一个很隐蔽的功能，触发角。系统偏好设置，桌面与屏幕保护程序，选择屏幕保护程序 Tab， 右下角触发角。这个功能的意思就是当鼠标移至这4个角，可以设置触发相应的事件。比如我们选择左上角，事件列表里可以选择一个事件，选个调度中心吧，把鼠标移过去试一下，再试一次，再换个桌面事件吧，移过去试一下，显示桌面了，再移左上角就恢复了。再玩一下，还有好多，有兴趣的可以慢慢玩。这个功能对我来说没啥用，如果是左上角，当你选择小苹果菜单的时候，不小心就碰到了，所以我这个功能都是关掉的。如果有相应的事件需求，我会有另外更好的方法实现。下面要分享的是语言和输入法的设置。系统偏好设置，语言和地区。简体中文在第一个，英语在下面。现在系统的语言就是中文，如果你想把系统的语言改成英语，把这两个换个位置就好了。
把英语拖到第一个，现在就设置好了。现在显示的主要语言就是英语了，重启就生效了。我们还要录视频，所以还是用中文吧。输入法是在键盘设置里面，输入法 Tab， 因为我的系统语言是中文，输入法里系统自动给加了一个简体拼音输入法，可以点击下面的加号添加。系统自带的还有双拼、五笔，如果你不是五笔的专业用户，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苹果自带的拼音输入法。这个输入法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，以后我录一期视频专门分享一下苹果自带的输入法。如果你是五笔用户，还是考虑安装一下其他的五笔，词库量太小了，大多数情况下你需要一个个的字打进去，效率太低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